茫茫大海上，黑皮冲刺号行驶过许多伟大的航道。它看见海洋带来的各种交流与冲突，也经历海洋造成的各种征服与悲剧。紧张、活力、大刺激，这就是大航海时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台湾 bar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这个终于拿到地球村门票，或是说硬被塞了一张地球村门票，可以踏入国际舞台的台湾小朋友。这个台湾小朋友，当然打从娘胎出生浮出海平面就是地球村的一部分。但是因为早期大部分生活在各地的人们，通常只知道自己周围的事情，不晓得世界各地其他的 people 在做什么543。大家都活在自己的小圈圈，生活的幸福美满又安康。例如台湾的南岛语族，自古维持着部落或是部落联盟的生活形态，一直到16、17世纪以后，世界另一头的欧洲人掌握远洋航行的技术，可以把船布的航很远，到处做生意。其中有一间荷兰的公司就跑来占领了台湾啊！等一下。公司没错，台湾第一个外来政权其实是一间贸易公司建立的，他们带来了血腥暴力，也带来了基督信仰和欧洲文化。究竟这一次所谓的文明接触会带给台湾什么样的改变呢？开始喽。15世纪开始，葡萄牙、西班牙开始向着海洋带个草帽冒险起航。这两颗大牙一人一半，感情不会散的把地球分成东西两边，葡萄牙分到东边，西班牙分到西边。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地盘，因为大量的香料贸易和黄金白银而赚爽爽。欧洲其他国家看了口水直流，也想跟着赚爽爽。于是荷兰人就在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，赚爽爽。荷兰人不航到了福尔摩沙，也就是台湾。而这群来到台湾的荷兰人，并不是代表荷兰这个国家，而是代表一家公司。它是在1602年由14家经营海上贸易的公司合并而成，就是鼎鼎大名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，简称 VOC。虽然没有人把 VOC 念成 Vogue， 就好像没有人把 USA 念成 USA， 但念 VOC 好麻烦，我们就念 Vogue 吧。这个荷兰的 Vogue 跟其他小公司有啥区别呢？它豪大到可以厉害的从荷兰政府手中拿到一大堆特权，特别是远东贸易的垄断权。这个垄断权让整个荷兰只有 Vogue 这家公司的船可以在东亚这片海域上搞买卖。除此之外 ，Vogue 还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、发行货币、宣战，还有签合约等等有的没的，活脱脱就像是个独立的国家一样。这让 Vogue 可以为了赚钱和别的国家决斗，但荷兰政府又可以说，我觉得跟我没关系，它只代表公司，不代表国家哦。有了这种特权的 Vogue 就开始咔咔兮兮的在亚洲到处建立有武力防备的商业据点，而他们好有力的海军就在这张贸易网络上来回的保护商船。当时 Made in China 的丝绸、瓷器等等的商品简直就跟宝物一样，世界各地都想把这些高档货打包带回家。Vogue 来到东亚以后，当然也想跟中国做生意，抢破头想要得到一块离中国超近的商业据点。当时最好的据点澳门已经被先抢先赢的葡萄牙占领了。文明的欧洲人当然不可能有礼貌的问，母友能不能让我一起做生意？在那个你争我夺的大航海时代，拳头硬就是有礼貌。于是 Vogue 直接发动战争，想赶走葡萄牙人。但你说要打葡萄牙，人家当然也不是龟缸底假葡萄，还是弹住了 Vogue 的攻击。碰一鼻子灰的 Vogue 只好退而求其次，选择澎湖。但中国政府又说，澎湖乃我大明国之领土，小心老子把你往死里打。1624年，荷兰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转来了大员，也就是今天台湾台南一带。By the way， 大员念10遍，大员，打完。就这样，台湾开始脱离自己的小圈圈，莫名其妙的被纳入世界的怀抱啦。荷兰人来到大员以后，很快的发现，原来这里除了原住民朋友以外，也很早就有其他人在这里活动，特别是汉人和日本人。但台湾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国家统治着，许多汉人海盗把这里当作巢穴，各路高手区、狮王等级的大海贼也不时会在这里出没。而且除了海盗集团，走私贸易也大拉拉的在这边摇来摇去。当时的台湾比较像是个转运站，中国的商品、日本的白银都只是在台湾过个水刷一刷就离开了，但台湾还是有一项东西很争气的溜进了国际贸易的系统里，那就是黑皮不对，是鹿皮。台湾以前到处都有梅花鹿在那里跑来跑去，日本人除了来大员跟汉人交换中国高级舶来品以外，看到了满天满地的梅花鹿，实在是开心的不得了的。因为当时的日本是战国时代，无论是武士的盔甲还是剑鞘都很爱用鹿皮的。但是来台湾的日本人也是生意人，当然不可能自己去打猎，所以只好透过汉人用各种方法从原住民朋友那边搞到一张张的鹿皮。原住民朋友也因为这样慢慢开始和汉人交换一些生活用品。原住民汉人、日本人就这样在台湾岛上叽叽喳喳，直到荷兰人的出现，打乱了原来的生活。
一开始荷兰人只想在大原沙洲做生意，但是看到来这里的日本人很不顺眼，觉得根本就是来抢生意，所以就开始对前来大原港口的日本商人抽税。这税抽的日本商人满肚子火。明明咱们霓虹金早就口尼基瓦了，在这里做生意啦，荷兰人只不过是有枪有炮，就觉得自己是台湾的扛把子，扛就算了还抽税，哪里是来的？其中一个日本商人滨田弥兵卫就在和荷兰人对抗的过程中，直接开无双带数十人冲去找 Vogue 的台湾长官 Peter Noyes， 硬要绑架人家，还把人家的儿子扛回日本当做人质。Noyes 最后因此被撤职 ，Vogue 跟日本的关系冷到了极点，生意都不用做啦。这就是滨田弥兵卫事件。后来因为日本德川幕府锁国啦，日本人通通被禁止出海，荷兰人和日本人在台湾的冲突才算是结束了。经过滨田弥兵卫事件 ，Vogue 发现不能只在沙洲玩沙做小生意而已，一定要对台湾这块岛屿有实质的控制，才是长久的办法。这让 Vogue 越过沙丘，看上大原更深更里面的土地。但人家西拉雅族早就在这里安居乐业，怎么可能让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当时麻豆社是台南西拉雅族熊大部落，一个呼朋引伴就有1、2千个打手。在 Vogue 刚来台湾时，麻豆社可说是雄霸一方，跟汉人海贼也保持着你知我知的超友谊关系，有事没事就会手牵手一起出海问候别人爸妈。这些东抢西抢的海贼让荷兰人气很大，头也很大，就想挖掉他们在台湾的巢穴。1629年 ，Vogue 派士兵进入麻豆社，想要收捕汉人海贼，却遭到对荷兰人也颇不太开心的麻豆社人袭击。参与行动的荷兰士兵几乎全灭，这个事件也被称为麻豆社事件。之后 Vogue 开始对这个事件进行报复行动，在强大的武力威胁下，麻洞社、骁龙社等大原附近的原住民部落最后都向 Vogue 宣誓效忠了。而为了长久管理这些原住民 ，Vogue 采取比较间接的方式，由定期召开的地方会议来展示公司的武力，并宣告公司政策。部落里的长老也会在会议上被赋予代表 Vogue 的权杖，进行部落的管理工作。等等，这得要小澄清一下。话说这个原住民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在最近才开始有文字。Vogue 带了许多传教士来传教，虽然说是传教士，但是他们更像是公司的雇员，他们协助公司管理原住民部落，也扮演了 Vogue 与原住民之间非常重要的润滑剂。而所谓的教化，就是他们最好的管理方式。为了使命必达，传教士努力学习希腊雅语，甚至用罗马拼音为希腊雅语创建文字，并利用这些文字把上帝的福音及他们所谓的文明传给原住民朋友。而这套文字系统主要在大原新港社开始流传，也就被称为新港文字。使用新港文的原住民朋友也就有了文字。即使在荷兰人走了以后的100-200年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原住民朋友拿着鹅毛笔管，臭草的写着自己的文字和汉人签订契约，太神啦！随着 Vogue 不断加强对陆地的统治 ，Vogue 的成本也开始1、2、3、4步步高升。如果想要收支平衡，台湾当然不能只是贸易转运站，还得卖出自己的商品才行。除了鹿皮、甘蔗和稻米也是非常有卖点，但这种劳力密集的农业工作，人口稀少的荷兰人自己做不来。这时候乖巧又有农业经验的汉人，当然就成为 Vogue 努力征召的对象，甚至开出非常多优惠，吸引中国沿海的汉人来台湾踏面啊。相较于管理原住民朋友 ，Vogue 对汉人农民移民的管理也就更上一层楼，会直接征收人头税和各式税收。但随着汉人的数量越来越多，除了 Vogue 慢慢意识到好像有点危险，人数占优势的汉人也开始对 Vogue 的管理产生不满。例如一直涨的税收，就最让汉人叽叽喳喳。最后终于爆发了大家从小就耳熟能详的郭怀一事件，号召了4、5千人群起反抗，几乎是当时汉人人口的1/4。但镰刀依然不敌 Vogue 的火炮，并且在部分原住民的帮助下镇压了此次事件。虽然事件已经结束，但也暴露了属于少数外来统治者不晓得怎么解的族群问题。我狼就卡贼，为什么要给你管？最后 Vogue 也就在更强更大的汉人武力扫荡之下，被迫离开了台湾。而这个人，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郑成功。叽里呱啦说到这边，大家会对于 Vogue 为什么从荷兰跑来台湾，还有台湾为什么莫名其妙上了世界舞台，也可以说是略懂啦。但其实当时 Vogue 在台湾除了大原地区，对台湾其他地方的掌控力是很小的。当时台湾岛上大部分还是很多的原住民，一些汉人和几个日本人在那边眉来眼去。而除了荷兰人以外，西班牙人也曾经在台湾北部试图建立长久的据点。今天位于台湾最东边的三貂角，其实就是西班牙文的 Santiago。今天文旦很好吃的麻豆，其实也是西拉雅族留下的地名。从各种证据我们可以发现，台湾在那个时代是充满活力的。这跟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荷据时代、清领时代这种好像一群人占领了整个地方，然后有一天又被下一群人整盘端走的印象其实不太一样。用改朝换代这种观念形容台湾或许不太精确。不同文明的接触和冲突一定会带来很多破坏，也创造很多可能。如果我们总是带着外族侵略的悲愤，或是伟大同胞一雪前耻的光荣感看事情，是否反而很难真诚的去想象，真的随着海浪逝去的时光里，地球村某个小角落的人们是怎么共同生活的呢？好啦，说了那么多，我也有点口渴啦。喝完这杯美酒，我们下次再见喽 ，Prosta。
好，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哦，台湾世界史大抓周计划50个节目里面一个你不知道啊？难道现在还有人以为台湾爸只有做历史节目吗？大抓周计划会在3年内制作50个节目啊，什么都有啊，网站上也就有法律啊、经济啊、消防什么一大堆开放募资啦。请上 EDU 打台湾爸的 CC， 挑挑看、选选看啊！还有限量1000只蓝地娃娃等着你，带一只回家也很可爱啊。你看哪里有只蓝地？你看哪里有只？不是说好不唱歌的。好，除了订阅之外，也要分享哦。拜拜。等，下一集台湾世界史什么播啊？台湾吧，台湾世界史，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一晚上8点，敬请准时收看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我觉得我们再来2次，好不好？